坐着大巴，我从利马往帕拉卡斯的方向前进。前往帕拉卡斯需要往南开，大约需要4个小时的车程。一开始来秘鲁时，我并不知道这个地方，是研究路线资料的时候才发现这里是当地的知名自然保护区。在这里，我会去帕拉卡斯国家保护区 （Paracas National Reserve）。当地的主要小镇 El Chaco 与巴耶斯塔斯群岛 （Islas Ballestas） 俗称鸟岛。抵达帕拉卡斯小镇后，发现这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海滨城镇，许多地方步行都可以抵达，可能大约半小时就能逛完这里的主要观光街道。这里的气候主要为热带沙漠气候，全年干燥，降雨量极少。尽管这里干燥，温度却相对温和宜人，因为靠近海边。这里的夏季12月至3月，平均温度在摄氏22度至摄氏30度之间；冬季6月至9月，则在摄氏15度至摄氏22度之间。虽然不是特别热，但是记住，这里是沙漠，要随身携带足够的水和防晒用品。目前没有直接飞往帕拉卡斯的航班，最近的国际机场是位于首都的利马国际机场。抵达利马后，可以转乘其他交通工具，像是搭乘当地巴士，或是参加旅游团前往。基本上，这次我的行程都交由当地住宿的旅行社安排，所以我也有不少的时间在镇里面逛逛。从大多数的住宿到主要海滩和码头步行距离约5到15分钟都可以抵达。El Chaco 是这边主要的沿海岸线延伸出来的步行道，上面有很多的餐馆，许多餐馆有户外露天区，可以一边欣赏海景一边吃个浪漫晚餐。这个镇被当地人称为 El Chaco， 在 El Chaco 海滩上面散步或放松的感觉不错。来到秘鲁后，我喜欢上了看日落，因为这里是沙漠地区，每天几乎都能看到日落，也很漂亮。隔天早上，我安排了去巴耶斯塔斯群岛，这是一组位于当地海岸附近的小岛，俗称鸟岛。前往鸟岛的唯一方式是参加从镇上出发的船只游览。在 El Chaco 的码头，有许多旅行社提供前往鸟岛的船只游览行程。这个镇很小，基本上你逛一下就能看到码头了。首先，前往鸟岛的路上，导游会带你去看帕拉卡斯烛台，这是一个巨大的、神秘的图案，被石刻在面向大海的山坡上。虽然纳斯卡县的主要区域位于纳斯卡平原，
但是这也是一种纳斯卡线图的呈现，代表着这两个地区之间有种在文化上的联系，而其起源和确切目的至今仍然是一个谜。这里以生物多样化和奇特的岩石地貌闻名。这些岛屿是很多海鸟和海洋哺乳动物的天堂，包括了憨态可掬的红宝企鹅。它们是一种分布于南美洲的中型的企鹅，主要在秘鲁和智利沿岸繁殖。成鸟的体积约65到70公分高，头部呈黑色，有一条白色宽带从眼后过耳朵一直延伸至下颌附近，有的背部带有白色斑点。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，因为这区有许多海鸟，这些岛屿曾因大量积累的鸟粪而成为重要的肥料来源跟经济资源，许多国家都想获得并控制。也因为这样，导致了一系列的争夺和战争，其中就包括了鸟粪战争。故事要从19世纪说起，秘鲁的鸟粪已经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鸟粪资源。直到1850年，鸟粪的重要性已成为该国的主要出口产品，每年收获近100万吨。然而，这种自然财富成为了2场南美战争的导火线。1864年，西班牙海军入侵并占领了清查群岛，也是位于 Paracas 附近的岛。这是当时秘鲁鸟粪的主要来源地，产生了当时近60%的政府收入。西班牙深知这些岛屿的经济重要性，因此想利用这些岛屿作为筹码，试图重新确立西班牙对其前殖民地的影响力。直到今日，秘鲁人还是有持续在大约30个岛屿和沿海夹角上持续的采集鸟粪。每10年左右会有一次的收获季节，劳工们就会住在岛上的帐篷里。当他们离开时，这些地方再次变得荒无人烟，只剩数万只海鸟在岛屿上。游岛的最后，我们看到了一些海狮，不顾我们努力的拍照，享受着晒日光浴的时光，模样相当的可爱。隔天，我搭上了大巴安排去帕拉卡斯国家保护区。这个国家保护区于1975年9月25日成立，其主要目的是保护红宝梁流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海洋生态系统。保护区占地33万5千公顷，其中65%为海洋生态系统。保护区里面有广无边境的沙漠、陡峭的悬崖、宁静的海滩和广阔的太平洋。让这个地区打出名号的是帕拉卡斯文化的兴起。帕拉卡斯文化约开始于西元前800年至西元100年，是秘鲁南海岸一个极为重要的前哥伦布时期的文明。
名称就直接被用来命名了这个地区。这个文化以其高度发达的纺织艺术而闻名于世。考古学家发现的帕拉卡斯纺织物在纤细度、色彩和图案复杂性上都达到了难以置信的水平，至今仍被视为古代纺织艺术的巅峰之作。此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颅骨形变习俗。帕拉卡斯人会在婴儿时期用板子和绳索压迫头骨，使其呈现细长形状，这可能是一种身份或美学的象征。考古学家在这区半岛的墓葬中发现了数百个这样的变形头骨，成为研究这个文化的重要考察资料。当地的旅游行程通常每天有多个出发时间，但是建议早上去游岛或来国家公园，因为在这一区，特别是午后跟晚上的时候，海风较大。当地人称之这种海风为帕拉卡斯风 （Vientos Paracas）。这里是众多鸟类的家园，包括优雅的鹈鹕以及色彩鲜艳的火烈鸟等超过200种鸟类。在海滩走走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了好几种不同的鸟。当我要离开的时候，还看到当地人在捕鱼，虽然看起来没有捕到什么。这里有著名的红沙滩，以其独特的红棕色沙砾碎石而闻名。这个红沙滩是古代火山爆发冲击太平洋后的结果，这也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介于橙色和红色之间的沙子成分。这些红棕色石头是从周围的悬崖冲刷下来的组成。海浪卷起堆积在岸边的红色岩石碎片，与悬崖本身的黄色和赭石色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总结来说，我觉得帕拉卡斯地区的地形相当特别。我从来没有看过当太平洋遇到沙漠的时候，这两种毫没有关联的风貌，却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相遇，这是一种特别的视觉场景。好了，这期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您觉得这部影片还有意思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让更多人看到影片。我们下次再见。